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我们这个频道的处女秀下山话事。哈塞乌斯是句上海俚语，其实也就是我们这几个上海老男人的日常。因为时常在网上瞎聊，有时候觉得聊得挺过瘾，忽然有一天呢，突发奇想，不如做成个节目吧，说不定能成为上海版的《锵锵三人行》也未可知，对不对？而且我们三个人现在呢，都处不同的时区，能凑在一起在线的时间很不容易。如果即使没什么人听呢，就当我们自己留个纪念，也没什么不好，对不对？大家好，我是老 P，爱喝酒，爱吐槽，年轻时呢经常愤世嫉俗，年纪大了以后呢，好像也没什么进步。接下来这位呢是胖子。大家好，我是胖子。本来我也觉得我是愤世嫉俗的，但是跟老 P 一比呢，我就显得温和中庸了。OK，那好，那个还有接下去是好朋友毛毛。大家好，我是毛毛，然后我现在是在那个荷兰，然后呢，我就经常听那个老 P 跟胖子两个人吐槽跟这个愤世嫉俗，我觉得蛮有意思的。然后 OK，对，OK，我补充一下，我刚才忘了说，我人在北美。那个，好的，我们继续，就是我们这一期呢，的主题呢，就是谈一谈，就是三个老男人为什么会想到人到中年的时候呢，举家搬到国外。胖子先谈吧，因为胖子的那个经历很复杂。我们不能差不多吗？为什么说我特别复杂？这个话题其实我跟不同的人、跟朋友、跟家人也聊过很多次，然后这次因为说是要聊这个话题嘛，然后嗯前几天我就结合我们三个人的背景吧，这工作背景，嗯我们都算是游戏行业的。然后，我想到了一个说法，就是也想到了一个思路，就是这样的，就是我很多年前看一本书的时候说，就是说，人为什么要玩游戏？为什么会喜欢游戏？他是说，嗯嗯其实游戏是一个给正反馈最公正的一个体系。就是说，就是当时啊，这可能是一个西方学者写的这样的一本偏研究性质的书，他就觉得，人总是期望自己，比方说，努力得到回报，但是呢，有的时候努力得不到回报，或者说你努力了10分，你的回报只有2分，你觉得这个是不公平的一个体系，你就会有很强的一个挫败感。然后，相对而言，那个当时的很多的游戏给到的就是这个玩家的一个反馈，它的这个投入产出比可能相对来说是最公正的，所以大家可嗯能有一种就是说逃避现实的一个状态，会去玩游戏，就是因为觉得游戏里的这个投入产出比是会比较公正的。然后对，然后其实我觉得按照这样的一个思路去想，就是说，我们经常互相开玩笑说，我们这个出国就叫转服，对吧？那为什么会转服？转服大家玩儿游戏的人都知道，就很辛苦，你原先积累的嗯你可能都要从头开始嘛。嗯为什么人到中年了还要去转服？其实就是因为这样，就是你可能在这个环境下，你觉得这个投入产出比，不公平，然后它的不公平可能过了一个底线了，所以哪怕你要从头开始，哪怕要一切清零，从头开始，可能过了那个临界点，你还是会痛下决心去转服。差不嗯多，我觉得抽象的说就是这样的一个心态吧。我嗯我其实是觉得，呃，因为愤世嫉俗嘛，然后我可能会看到一些这种现象，即便不是完全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我可能也会有比及己吧，就是想到这个事情如果发生在我自己身上，我会怎么样的一个反应，所以就可能这个对于不公平的这种反应就会比较厉害，所以说一直就抱着想转服的一个心态，然后但是这个事情反正操作来操作去，最后就是在中年的时候才实现了。所以差不多就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吧。我觉得就是前面说的这个思路，就是我想去一个投入产出比可能相对来说更公正的一个环境尤其是为下一代可能去选择一个更好嗯。的这样的一个环境。是你刚才说是
在那个就是打怪的过程当中遇到一些什么不公平或者是什么其他的事情，有什么具体的例子可以讲一讲吗？如果可以的话。OK，我说两个例子吧，就是我觉得对嗯我来说可能，触动比较大的两件事吧。就一个是我们那个时候，那个时候再办移民了，然后我们就卖房，就把自己家的那个房子卖掉，然后有对小夫妻来看我们家房子，然后因为那个时候女儿比较小，家里有很多她玩的东西，然后还有她养的小仓鼠什么的，然后那个小夫妻可能看了我们家那个环境，就觉得，就很温馨。然后可能他们自己也脑补了说，将来他们那个宝宝生下来以后，可能也会在这边比较开心的长大。因为那个时候，小夫妻为什么要买房？是因为那个太太怀孕了，马上要生了，然后他们想改善一下生活，就是要专门有一个宝宝房，所以就等于是一个升级换代吧，升级换代。然后挺开心的，然后就付了定金。然后就准备周一，我大概那个时候是周末吧，反正签了一个定金，然后准备周一正式签合同还是怎么着，然后就在那个周末，就那个周末，然后上海出了个政策，就是说这个本来是如果身上没有贷款的话，那就算那个你再买的那个房子就只要付30%嘛，然后但是那个周末这个规则变得更严格了，就是说只要你曾经买过房，哪怕现在身上首套房是吧？对，然后你就要付70%，就是周末2天发生的事情。然后嗯，因为为了省钱，找的那个房产中介叫大房压吧，就是它是固定中介费的，然后可能属于比较，就是不是一流的这种中介公司吧，这消息比较不灵通，所以没有通知他们周末去把合同签掉。然后到了周一的话，他们首付就从30%变成了70%，那他们就付哇，然后他们就哭着来找我们说，能不能把这个合同 cancel 掉？然后，然后我的当时的感受，我就觉得特别特别可怜，就是他们没有做错任何事情，他们安居乐业，对吧？守法，然后自己规划自己的生活，然后有孩子了要迎接小朋友的出生，然后真的，我觉得他来看房的时候，整个眼里都是有光的，就是对未来嗯，充满了一个憧憬。然后就过了一天，对吧？就对，过了一，就过了一天，然后他人生一下就黯淡了。我这边我的房子他买不了了，然后他自己的房嗯子已经卖掉了，然后他老婆要生了，他们还要付，嗯他2个人一下子就蔫儿掉了。然后那个大嗯，黄鸭的中介陪他们来的，其实我们所有的人都很同情他，但你仔细想想，他做错了什么呢？他什么也没做错，他什么也没做错，他完对吧？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嗯，这个事情就是我问的是，就是说是什么事情触动了你决对，定要就是我的意思就是说，在中，我的意思就是这里的政策其实根本没管你的死活，根本没管你的死活。嗯然后这样的政策可以就像一个游戏里的天雷一样的，它可以随机劈到任何人。然后，OK，你个人的规划在这种天雷面前就是毫无抵抗。关键这种天雷发生，它完全不顾及你的死活。这个事情就是 randomly 可以发生在任何人身上的。我就试想一下，我完全可以处在小夫妻这样的一个状态，但是我是没有办法去抵抗这样的一个重拳出击的。我做错了什么呢？我也规划不到这样的事情，但是我就要承受这样的一个代价。然后等到他老婆出生的时候，他们家就处在一个暂时无家可归。当然，他肯定会去租房，但是为什么呢？为什么要他去承受这样的一个人生当中的一个结果？就他们这个受到的打击，可能他们好多年都搬不回来，因为这个政策后续就可能按70%走了。那试问一下，他们2个做错了什么，对吧？然后我觉得任何一个处在那个阶段，可能要改善换房的人都可能会面临这样的事情，这是一件事情。嗯就是我觉得这个政策的无常，然后就是制定政策的人完全不管你死活，然后就一个种，这样。对，还有一个类似的事情，还有一个类似的事情，就是我小舅子当时买了一辆小排量的面包车，然后想帮我老婆公司送货的，然后因为他也没有工作嘛，然后他觉得作为个体户送货挺好的，一个月辛苦点也能，因为很早了，可能十几20年前吧，大概一个月能挣到5000到1万，那其实这个收入非常可观了。然后就在他刚刚把那个车买好的时候，然后上海市政府出了一个文，就是说，
就这个文特别荒诞，你听一下，就说为了就是控制环境污染，不允许小排量的车进市区，你听得懂吗？为了控制环境污染，它不允许小排量的车进市区，这是个什么逻辑？我是不懂。但是我的小舅子就刚刚买那个车，那个车开了可能一两个礼拜，拍了个沪牌，那个时候还比较便宜，就是一辆小面包。然后他那个车排量很低很低的，就是在那个政府出文的那个限制以下，但他这活就干不了嘛，因为送货都是在市区，嗯，就一个月，然后他就把车卖掉，把车牌也卖掉，然后借的钱他也不知道怎么还，就一样的，其实跟那小夫妻的事情类似，就是说你个人的规划和努力，在这种无情的政策天雷下，根本是无所适从的，然后可能一下子就把你一夜搞回解放前这种感觉，就我不想。我有个类似的一个动机啊，我刚刚就在想这个老 P 问的这个问题，就是说这个出国的这个事儿，或者说是出来生活的这个事儿的这个动机。然后刚刚你正好提到这个事儿，我就想起来，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就是08年的时候，那时候有过一个政策，就是说动画片。不让播了，就国外的动画片不让播了，然后那个嗯那个樱桃小丸子你是看不了了，嗯记得，只能到6点半的时候，好像到六，反正就6点半到8点，具体我不记得，反正这一段时间只能放国产动画片。就就这个事儿，我那时候因为刚刚可能加入这个行业，然后我感觉这个事儿对我影响非常大。我那时候就感觉好像说，为什么我们从小看那些高达呀，什么这个，对吧？那些那个奥特曼呀，这些玩意儿，它就不能放了，它就变成一个不好的东西了，它就只能看那个国产动画片。所以这个可能我感觉现在回想起来也是一个契机，就是是啊。蛮类似吧，就只是刚刚突然这个胖子说到这个点，我突然也想到了，就有这么一个动机，或者说一个潜在的因素吧。嗯，对，其实总结下来就是类似的，就是这种不安全感和恐惧感。就我作为一个底层小老百姓，我觉得我完全没有办法去抵御这种，就是它其实不是纯随机，它只是不顾你死活出台的政策。就是我从个人的角度没办法去抵御这个，但是我又不觉得就是我做错了什么，我其实按部就班，我希望通过努力能改善我的生活，所以我希望可能我的家庭或者是我的后代能生活在一个，在这方面，在这个政策天雷这方面，能够让你觉得更合理一点的。当然，这全世界都是个草台班子，对吧？但 anyway，就是我想去一个底线稍微高一点的地方，就它不要这么的随机。可以让我的安全感稍微的去，变强一些，就是能够充满对生活的一个呃热热爱吧，就差不多是这样。那在这儿我就觉得就就是相对来说，可能一觉醒来天变了，就这个可能一个行业就没了，对吧？或者是你或者你做的事情本来是不合法的又合法了，然后本来是合法的又不合法了，对吧？就以前超生游击队，对吧？现在就是要拼命生，类似这种，就是太剧烈了，然后完全是由于上面的某种考量，就不管你个人的死。但我还是觉得就是这个一个影响到整个家庭的那个一个决定啊，是通过观察别人的痛苦，然后得到的这个感同身受嘛，能否不用等到啊？批到我自己身上了，就这些事情可能发生在我身上的，那我觉得我就提前要去一个可能，对吧，更和平的服务器，对吧？我从一个 嗯 PVP 服转到一个 PVE 的服，就类似这样。，OK，我明白。嗯。就是以前不是以前，就是经常在网上看到的一句话嘛，就是说什么时代的一粒灰尘落到个人的头上就是一座山嘛。嗯，就是很多人就是没有被那个铁拳打中，就没有觉得疼。是啊，但是你能从别人那种经历上能够感同身受，我觉得也算是一种很不错的共情吧。但是，这个决定还是相当大的，对吧？怎么讲啊，呢？能够影响一个人或者是一个家庭的一个将来的命运，是啊，不是那么轻易做的决定。嗯，但这个
这个我有不同的观点啊。其实我就是没有那么的，就是觉得转服这件事情，或者说是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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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家搬迁这件事情那么的，就是怎么说重大。就是我其实就现在，反正我说一下我自己的想法啊，就是说关于怎么出来这件事情。就为什么考虑出来？我自己后来想了一下，其实是受到这个胖子很多影响。就是其实是就因为我一直对这个事儿呢是属于一个比较中立的状态，就没有说一定要出来，或者说一定要怎么样。但是呢，有一次我记得跟胖子的一个聊天里面呢，聊到说，哎，什么样就是这个人生体验会有一个大的波动，对吧？就是或者说有一个大的改变。就是嗯，比如说，就是换一个城市，换一个国家，可能你的生活已经有很大的改变。反而比如说你去一个地方旅游，或者说你只是，换一份工作，它的这个改变其实没有那么的大。所以后来我就在想这个我问题，因为们当时是说做游戏发了财，你去买豪车、买大房子，这个对对对对你真的改对，变大，还是类似。说你哪怕只是平移到别的地方？是是是，嗯所以我是感觉就是你的财富变化，或者说你的一些，呃，怎么说呢？就是你的一些这个平时的一些生活状态的一些变化，其实不会对你的人生体验有太大的改变。然后因为我自己为什么喜欢游戏，其实也是觉得游戏能够第二人生嘛，就是你其实玩不同的游戏，你就是战士，就是魔法师，就是拯救世界的救世主，对吧？所以其实就是可以有很多不同的体验。所以我那时候在想这个问题，就是说，那我上海也待过，深圳也待过，可能就想想是不是有机会说去海外生活一段时间。然后这个事儿其实只是一个很小的念头，然后呢，后来就等于是跟那个家里人也商量了，然后跟那个小朋友也商量了，然后小朋友正好也是可能想去海外上学这样，所以等于一商量，那就去呗。然后呢，为什么说这个事儿没有那么的重大呢？我感觉就是说，对于我来说，我也没有想着说我可能就一辈子，可能接下去的这个人生就在欧洲这边度过了，或者就在某一个国家度过了，可能还是一个就是过程中的状态吧。这个我可能是，当然就是说刚才像那个胖子说的一些诱因，比如说是一些当前这个可能一些政策呀，或者说一个生活环境啊，这个服务器对吧？比如你去玩一个 SOC 的游戏，这个服务器其实有很多限制条件，然后你换一个服务器，你感觉好像这个限制条件少一些了，哎，但是它可能又有一些新的限制条件，所以我感觉就经历不同的服务器，它有自己的这个体验，对我来说可能是蛮重要的。但你说是不是这个服务器我就一直玩下去了，可能也不一定。大概是我这边的想法。我大概几年的吧，12年还不多少年，就是全家去加拿大旅游，然后我们住的嗯那个时候 Airbnb 挺流行的，然后我们住的也是就是 Airbnb 上面的那个民宅嘛，然后就里头有几家那个时候去旅游的，然后有一家我印象特别深刻，就是每天早上夫妻俩就不说话，就坐在那个客厅，就是大家吃早饭的那个地方。然后就是面色很凝重。我就问他说：“那两夫妻每天早上坐在那儿干嘛？”然后说：“那嗯两夫妻就是移民前的考察，他们要决定来还是不来。然后来了之后呢，反正就是要做个决定。然后呢，两夫妻的决定就是会偏差很大。就比方说，我记不清了，可能老婆想来，为了孩子什么巴拉巴拉的，然后老公嗯呢可能。”对吧？在国内有事业就不想来，然后每天两个人呢就在那里，说是谈判嘛，但其实就是一个，就有点冷暴力了，就是嗯抗拒一下，对吧？但其实谁也说服不了谁。但是这个我当时的感受就是觉得，这个做了移民的这个决定，好像就是他们这个家庭就割裂了，然后每个人要做一个决定，跟自己的人生去做割裂。比方说，我猜啊，那什么老公他可能在国内有生意有产业，不拉不拉的，那到了对吧？加拿大他可能就要完全从零开始，可能对他来嗯说，他的整个的人生都不一样了，他整个的世界都不一样。所以我觉得就是说，移民确实对很多家庭来说是
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决定吧，就是所以我觉得我能理解老 P 为什么这么说，就是说为什么人到中年去下这么大的一个决定。对你的话，我觉得不太一样，因为我觉得对大部分移民的人来说，大部分绝大多数的人，就是他不是那种，就是我假定都是我们这种啊所谓的狗屁中产吧，所谓的狗屁中产，其实也没什么产。中产，也没什么产，对吧？就是说你移民之后，你还是要找一份生计的，你还是要代价挺大的，对，就是你怎么在那边儿去找到一个可能能够养活吧，我不说体面，能够养活你们家庭的这个工作，这其实是蛮难的，其实是蛮难的。就是很多人都面临这样的一个抉择，尤其他可能人到中年，在国内他可能混到了一个什么狗屁什么，对吧？一个小破中层什么基层的就还行，对吧？人前人后的像那么回事儿，但是到那儿去可能就啥也不是，那么从头开始，对吧？那就确实落差是非常大的，所以对很多人来说是个很大的抉择。你的话，对吧？因为我知道背后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嘛，那你其实没有存在说有一个你其实是平滑过渡，对吧？你跟老 T 他们家有一点点像，不太一样。对吧？哎，对，其实你当中不存在一个空档期，你要在一个新的服务器，你要快速的追到你以前的进度，你没有这个过程，你就是平移过去的啊。老 P 对吧？他们家也算是平移过去，所以这里头折腾的就是可以这么说吧。啊，对啊，嗯，折腾的是我嘛，所以我可能更接近于那种痛下决定那种家庭。不太一样。对，是，对，我其实一直就觉得你的决心是下的最大的，是啊，对吧？嗯因为你是属于就是等于连根拔起，然后把家里的房子也卖掉了，然后我们之前也聊到过，就是说，嗯，讲到移民这个话题呢，就是有钱人或者是最穷的人，其实没什么好多想的，也是说很方便，但是对中层来讲，就要考虑的东西很多很多，是，因为有很多你拥有的东西没有办法平移到你将来所去的目的国的那种，嗯，中产的阶层。是啊，嗯，转个钱都不能转，都很费劲。对呀，是啊，是的，对吧？特别有钱的是的。跟特别没钱的，他都没这个问题，就中间这穿上小鞋的是最痛苦的，对吧？你也没有天的手腕，对吧？你也不是光着脚，对吧？只要肉身过去就完事儿了。那我就好奇了，我就在想啊，就是像他们那种做移民中介的那些人，他们做的是谁的生意呢？感觉还是就是中介还是有很多就是怎么说呢，是没什么钱的人他去找的。就是所谓的就是他中层呀，对吧？就是类似我们这种，类似我们这种，对，就是打工仔，对吧？对，然后或者说，就我没有到那么轻松，可以对，可以打工仔有一或点点悲催的积蓄，对吧？但这个积蓄又嗯不够你过去躺平，就是我们这种。嗯对，我们今天讨论的就是这个问题啊，就是说，像这种中不溜秋的人，对吧？要下定这样一个决心，然后怎么样才能去操作这件事情，是下期要提的事情。我们嗯现在提的就是怎么样去下定这个决心，然后具体的去实操是怎么样的，对嗯，吧？像你提到的这种，就是呃想换服这种想法，我觉得是一种想法，但是，从被这个想法所触动到真正去落实，然后到这当中的心路历程，我觉得是很长很长的一个路程。对，其实我比较想听的就是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这个很长的心路历程。我感觉就是很多事儿是这样，就像我，因为刚才也说了嘛，就整个这个心态是属于一个，就是不是说一定要怎么样的一个。就是4月，因为整个这个时期，就是说让你就是等于在家的时间也比较长，然后你去考虑整个家庭，因为那个时候就等于已经整个家庭是凝固在一个封闭空间里面，那家庭之间的沟通也会更紧密。家庭之嗯，间跟小朋友跟这个夫人大家一起讨论这个事情的可能也更多。然后以哦，及在想说整个家庭的未来的时候，就是说，你想带给小朋友或者说你的孩子什么样的未来，然后他们生活在什么样的环境的时候的这个，思考的这个动机也更强。然后再加上那样的一个环境，那感觉是在那个阶段好像是，明确了就是整个这个可能3到5年的一个总体家庭计划，我自己感觉是一个蛮重要的一个是啊，契机。
如果回顾整个这个老 P 说的这个心路历程的话，我感觉有一些节点，就比如说08年那个什么动画片禁播，对吧？是一个节点，然后可能版属什么游戏版号是个节点，然后可能到什么4月，然后又是一个节点等等，就我感觉有一些事件会让这个事儿就到了这个走向。就是你如果按人口比来说呢，你肯定还是最后痛下决心的人，他是少数的一波人嘛，对吧？其实我觉得这件事情呢，就比方说毛毛前面说的这个，对吧？动画片禁播，还有4月份的这些事情，这个事情发生，它的受体肯定不止我们这些人，对吧？那千万人的城市，他每个人都感受到了，但是事情是一样发生了，但是每个人的耐受性是不一样的，每个人的条件也是不一样的，每个人的认知也是不一样的，所以他最后得出的最后他产生的那个行为就是会不一样的。说好好的谁他妈背井离乡嘛？不过其实我觉得吧，就是背井离乡这个4个字有点夸大了吧？就是你如果能找到安身立命的地方，就是心安之处即是吾乡嘛。但是这个就像，对吧？人都是有惰性的嘛。就你在这儿他妈的已经，对吧？就像你打游戏，你在这儿已经什么这个装备啊，那个什么东西的，他们都置办好了，你要换个地方，这不折腾吗？我感觉就很多情况下是一些，因为我可能没有那么大的一个就是人生的这个波动，所以对我来说，可能一些大的一些这个人生的一些决定，可能都是按照我自由意志来决定。然后那我自由意志是受谁的影响呢？那可能就是受身边这些朋友，对吧？然后我自己看的一些书啊，或者说一些电影啊，打的游戏啊。那个你刚才讲到，就是说，人生很大的变故或者是影响，我觉得公平的讲啊，我们几个人当中没有个人可以说人生经历过什么特别大的变故才会去想这件事情吧。或者我自己可以自己平心而论，我基本上没有遇到过什么太大的变故，但是思想上的经历是蛮大的。嗯。但这个就像我前面说的呀，唇亡齿寒呀，不一定要这个变故发生到你的身上，你才被打醒嘛，对吧？你看到隔壁的出的事情，你就可以类推说这个事情也会落到我头上。这个我觉得就有另外一点，其实就是说，人家说这个或者说道德底线，或者说一个耐受力，或者说这个对这个世界的敏感度，就我不知道这个词怎么去形容啊？就是其实每个人是不一样，就是说你的这种同理心，或者说你去看这个世界的角度，其实大家的这条线是不太一样的，就所以有的时候就会觉得，就是哪怕是一些别人看的好像就司空见惯的事儿，但是在你这边就觉得特别难受，然后你反复的去想这些事儿，就比如说像刚才那个胖子提的那个 case，那可能很多人我觉得啊很多人可能我自己也没有那么敏感，我觉得我赚了一笔中介费。就是我会有这种感觉，就不会去想到胖子的那一层说，如果这个事儿发生在我身上，然后那种美好生活跟将来这个叫什么这个新生活糟糕的这个现状的一个对比，就我觉得想到这个层面的人，就大家还是这条线，我感觉不太一样，对，所以可能做的决定或者说什么都不太一样。就你很难忽视掉那个状态。就隔了一天，他们一家子从这个状态变成那个状态，这个对我的冲击是非常大的。关键其实我是很容易去带入他们这个状态的。就我非常喜欢他们那种之前来看我们家房子的时候，那个兴高采烈，然后规划自己的人生，然后对吧？就计划自己有个更好的未来。就好比说我跟我老婆刚结婚，对吧？我们那时候连机动车都没有，我们可能就骑了个自行车，对吧？我带着她去买菜什么的，我就觉得。就是两个年轻人刚开始规划自己一个美好人生的那个时候，就差不多是每个人最美好的那个时候吧，对吧？就王小波写的那个黄金时代，就每个人都有自己那个黄金时代，其实是那个人最棒的那个时候这个其实就是之前说的，哎，应该叫 compassion 对吧？同理心，就是老皮，是不是这个意啊，思？是就是你说的这个是我说的是他们，我说的是那两口子，对吧？我知道，我觉得就是就是嗯
王小波的那个话说什么，人的一生就是一个不断被锤的一个状态。其实我觉得我在他们买我房子、看我房子的时候，就他们还没有被锤过，就他们展现的是他们最原始的、最美好的那一面。就是嗯对未来充满了憧憬，然后可能他觉得这个世界是可控的，可能在他的规划和努力下，这个生活一步步按照他设想的这个剧本在走，这个其实是多好的一个状态。其实正常来说，世界上大部分的嗯人，他最好一辈子都处在这个状态，他为什么要去被锤呢？对吧？对吧？很嗯遗憾，他逃不掉这个锤，但其实这个锤在我看来是没有必要的，对吧？就挺好的一个状态，然后仅仅隔了一个周末，一下子就万丈深渊就蔫掉了，连眼中就无光了，就这个让我觉得非常心痛。就你就看着他一个人从黄金时代，就在那一个周末他就过去了。我感觉啊，就是因为还是我收束起来，就回到就是我们刚刚说那个主题，就是关于润这件事儿，就是我自己感觉就是，刚刚说的这件 case 可能就是就还是那个王小波那个被锤的这个意思，那可能就是我们看到的在国内的这个事儿，可能被锤的这个次数以及被锤的这个概率可能更大，或者说被锤的一些因素可能是更复杂一点。就是可能就是比如说少年闰土变闰土的这个过程，它可能有的地方是一个平滑的缓慢的过程，有的地方是一个波动的过程，有的地方是一个断崖的过程，就是可能是这样的一些区别吧。但是它跟总的这个趋势可能没变。OK，今天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